我記得有一個安哥講過，極客這個品牌是吉利集團用薩諾斯的無線手套所打造出來的一個品牌。那薩諾斯的這個無線手套當中有很多的寶石，有靈魂寶石，有时間寶石等等。那這些寶石各自代表什麼？我們來看吉利集團底下有 Volvo， 有 Smart， 有 Lotus， 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子品牌。所以极客就從這些子品牌當中吸取到非常多的市場經驗跟技術經驗。所以呢，我們來看這個 Zeekr 7X 呢，它是由 Stefan Zilav 的設計團隊所設計的。那誰是 Stefan Zilav 呢？我2018年介紹的那個 Bentley Continental GT 就是出自 Stefan Zilav 之手。所以它雖然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車 ，OK， 它是一個中國電動車，但是這台車子在你打開門的那一刻，這個門檻條上就寫着 Design in Gothenburg。Sweden， 也就是瑞典的哥德堡。由 Zeekr Malaysia 帶來的 Zeekr 7X 提供了2種驅動模式 ，Rear Wheel Drive 跟 All Wheel Drive 2種電池，75 kWh LFP 跟100 kW NMC。售價呢，3款分別是179,800塊、190,800塊跟226,800塊。那在稅務假期結束之前，你看到的價格就是 tax free， 沒有 import duty， 沒有 excise duty， 只有 SST。所以Zeekr 7X 它到底是針對誰的呢？我常講這個馬來西亞 D segment 電動車的4大天王就是 Tesla Model Y、小鵬 G6、BYD Sea Lion 7， 還有 Zeekr 7。影片開始之前，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歡迎按下那個 subscribe 的 button， 也或者可以去到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跟進最新的這個資訊這樣子。Let's go。由1831顆 LED 組成的 Zeekr Stargate， 這個叫智能光幕 Smart Light Curtain， 你可以在系統裡面去選擇，讓你的車子呈現不同的外觀造型，不是一點點不同，是將整個車子改頭換面。那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 LED 生產和應用大國，這是一種經典的 flex， 用來秀肌肉的作品。作為一個 D segment SUV 尺寸的電動車 ，Zeekr 7X 的軸距是2900個 mm，Model Y 和 G6 都是2890個 mm，Sea Lion 7在2930個 mm， 所以大家都是在接近的這個軸距上面去玩出自己的花樣，去發揮自己的創意。那講到創意呢，這個 Zeekr 7X 有一個同級競爭對手都沒有的東西，就是這個智能開啟的車門。我上一次看到這樣子的東西是在 Rolls-Royce Ghost、Rolls-Royce Spectre 和 BMW i7 上面看到這樣子的東西，所以同價位沒有一個對手會給你這麼智能的一個車門，輕輕 touch 一下，它就會自動的去吸附。然後這個車門呢 1.5 米是當今量產車裡面最長的一個車門，你輕輕推一下，它就會自動電動關閉。自動吸附，這個過去都是傳統那種 Ultra Luxury Rolls-Royce Bentley 有的東西。那我相信觀眾們看到這樣子的車門，一定有2個疑問。第一個疑問就是，如果你在開門的時候旁邊有東西，會不會跟它混下去？不用擔心，因為它有一個智能感應。那些我在旁邊，它只會開一點點，我離開之後，它才會緩緩的開到完這樣子。然後你再按下去。那萬一沒有電呢？萬一這個東西失效呢？怎麼辦？不用擔心，因為它同樣給你這個機械式的車門手把 mechanical 的這個東西。然後再來，你注意看它的後車門的開啟的這個角度非常的大，你看它已經是幾乎是可以開到直了，懂嗎？所以你要放 baby car seat， 老人小孩上下車等等都比同級对手還要來得舒服。你看這樣子就進去了，看到嗎？一般上車門是到這樣子，知道嗎？那我相信從畫面上大家最明顯的就會發現到它用了一個非常醒目的剎車卡鉗，這個是用橘色或者 orange color 的這個 brake caliper， 然後 rear wheel drive 是標配19寸，這個 all wheel drive performance 是20寸。如果你覺得20寸的 Michelin Pilot Sport EV 太小，你還可以選擇去再加大1寸21寸，但你永遠要記得輪胎越大續航里程越低，這個是 give and take 啦，有捨才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 All-Wheel Drive Performance 的氣壓懸掛可以降低25個 mm 或者升高45個 mm， 你可以主動降低車身高度，方便你搬運行李，
也可以讓它進入越野模式，將離地間隙從172個 mm 升高到230個 mm， 也就是 pickup truck 皮卡車的離地間隙。那空間的話呢 ，7X 有539 liter 的行李箱空間。那小鵬 G6 和 BYD Sea Lion 7在520到571個 liter， 跟 7X 大同小異，只有超過800 liter 的 Model Y 比較突出。那 7X 的地板底下還有不小的儲物空間，再加上前備箱 Frunk。OK， 同樣是電動開門，然後看到嗎？它的開門的那個 angle 太寬了，寬到我甚至可以這樣子進車的哇！這個是很細心的一個設計。所以同樣的，你的手一樣拿不到這個 door handle 怎麼辦？你按下這個 button， 它就會電動的關門，而且電動的吸附。那呀，Zeekr 7X 的後排空間，我觉得這個完全就是你知道嗎 ？Model Y G6 那個級別的。然後它有提供了這個電動調整的椅背，你可以去你知道嗎 ？Reclining seat。然後你注意看到它這邊呢，它有這個 electronic 的 sunshade， 這個東西是只有 all-wheel drive performance 才有。那如果是 rear-wheel drive 的呢，它是一個 manual 的啦。But 你知道嗎？我覺得這東西不是。有當然最好啦，沒有也沒有啦 ，OK。然後你注意看這個 pillar 這邊呢，它有一個 safety guard camera，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蠻特別的，因為你可以去你知道嗎，連接一些功能這樣子。Of course， 它不是 Zeekr 009，所以它這邊沒有給你冰箱。那 Zeekr 7X 的冰箱其實是一個 optional accessory 附加選項，下面還有一個小抽屜，一個儲物格這樣子。So 呀，我覺得。你知道嗎？你打開它的後車尾門，看它的行李箱空間，我那個 camera 這樣 zoom in zoom out 哈，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是一個可以拿去 camping、拿去露營、拿去載一家大小的一台車子來的。所以那個豪華程度不管是前座到後座，它提供給你的材質等等，這個是對手們沒有辦法給到你的。Of course， 還有這個全景式的玻璃車頂，但是有一些對手是。比如講像 Tesla 是你要自己買一個sunshade，但是它這個是電動的這樣的。如果你覺得很曬你覺得你知道嗎？陽光太大很刺眼，你就跟它關起來這樣子咯。所以 even 是為這個sunshade我的頭部這邊都還有一個拳頭的位置，剛剛好一個拳頭這樣子啦呀，非常的好，這個車子沒有東西可以挑剔它啦。Terms of material 跟 build quality。打開車門，開不完，因為我在旁邊，我退後。你看，賓至如歸 ，omotenashi 上車。就像我上次在介紹 Rolls-Royce 的時候，我有講，因為車門開得很寬，你的手根本就抓不到 door handle， 你要這樣關門，邊環door，你的腳放在 brake pedal， 輕輕按下去。因為 Rolls-Royce 的車門非常的長，所以你伸手是完全抓不到 door handle 的，所以你只要踩着你的 brake pedal， 車門就會自己關。很厚實、很扎實的聲音，一模一樣的感覺，就如在 BMW i7， 就如在 Rolls-Royce Spectre 上面這樣子。So，它全部是用了白色的座椅。那你只有買到 All-Wheel Drive Performance 才可以有這個 Purple 加 White 的座椅，還有頂級的Nappa來的。那如果你買的是 Rear-Wheel Drive 的，不管你的電池是75 kWh 還是100 kWh，你都只有黑色的普通複合式皮革座椅而已。所以設備上，因為我們已經看過了 Zeekr X、Zeekr 009，所以都是沿用了 Zeekr 的家族式設計。這邊有16寸的熒幕，13寸的電子儀表板，還有一個36寸的 AR HUD 抬頭顯示儀，提供了2個50W 的 Wireless Charger， 搭配21個 Speakers 的 7.1.4 的這個Zeekr Sound Pro 的音響。但是呢，這個50W 加上21個 speakers 只有在大電池的，就是100 kWh 的 Rear Drive 跟 All-Wheel Drive 才有，最低配那個是沒有。2160W 21個 speakers 的音響系統提供了6個 Sound Effect， 3.5K 的高清螢幕，8295的5納米芯片，算力比7納米的8155快了3倍。所以軟體的話，裡面提供了 Netflix、YouTube 和 Waze 等等。前座有 up to 60W 的 USB-C 接口，後座 up to 27W 的 Type-C 接口。当然，不管是哪一個 variant， 主動式安全輔助系統都是屬於標配。今時今日，這個東西不能夠再拿來
你知道嗎？不能夠再拿來減配了啦，這個東西已經是一個標準配備。當然我覺得有意思的就是呢，它採用了這個 E-Latch 的車門，我第一次是在 Lexus 的車型上面看到，就是你按這個 button， 車門就可以打開，它是一個電子的。但是你可能會講，最近網上一直大家很關心的就是，萬一斷電，萬一它失效的話怎麼辦？不用擔心，極客在下面就準備了一個機械式的手把，而且呢，它還貼了一個 stickers， 這邊寫着應急開門拉手 Emergency Door Release， 放下去拉這個東西，它就可以打開了，看到嗎？我覺得坐在裡面就是可以感覺到濃濃的這種豪華感。因為我講豪華，它已經不再是奧迪、BMW 跟 Mercedes 的那一種豪華，它已經是到了接近 Ultra Luxury 的 level。你要花多少錢？你不用花700千，你不用花600千，你不用花500千，你只要花不到250千就可以拿得到。但是這代表它是完美的車嗎？不一定，因為它還有很多東西有待加強。剛才我來的路上我就發現到了有幾個我會覺得我要再三考慮的地方。等一下我上路試駕的時候，我再細細的慢慢跟大家講。Go， 哇！So Zeekr 7X 呢是一台很多層次，我可以用很多角度，我可以從不同的面向來分析這一台車子我可以用科技面，我可以用豪華面我可以用你知道嗎？各種不同的這個觀點來分析這台車子。但我自己個人會傾向於覺得說呀，我就是一個 Tesla 的 owner，which is 我自己有 Model 3，我正在考慮買 Model Y。那如果我作為一個 Tesla 車主，我作為一個 Automotive Journalist， 如果用 Tesla Model Y 來跟 Zeekr 7X 比，有什麼東西是7X 怎樣比都不夠 Tesla 來的？有什麼東西是 Tesla 怎樣比都不夠 Zeekr 7X 來的好？我覺得這樣子做，大家可能更加的能夠去明白這台車子到底在市場上扮演着怎麼樣的一個角色。首先，你現在買一台 BMW， 你買一台 Mercedes， 或者說你買一台奧迪啦，我相信你最不在意的東西就是它耗油，它吃油 ，OK， 它的油耗偏高。No， 因為你知道，你買 Mercedes， 你買 BMW， 你買奧迪，你要的是什麼？你要的是動力，你要 performance， 你要豪華，所以那個對efficiency 對這個油耗或者說是對電耗的要求，其實並不會放在首位。OK， 你真的要求油耗，你可能買日本車，可能買韓國車，可能買 hybrid 的車，你才會去想要追求這些東西。因為當你在買 Mercedes、BMW 的時候，你都已經花了這麼多錢，你真的要省油，你何苦為了要省油買一台這麼貴的車？所以為什麼我要講這個？我要講這個，就是因為這個Zeekr 7X 它的續航力，不可以講續航力，嚴格來講是它的電耗它的電控它的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這個是明明白白，它沒有辦法跟 Tesla 去比。OK， 你看為什麼我從剛才講它的充電速度，我講它的設計，我就是不提它的續航力。不管官方跟你講300，官方跟你講400，官方跟你講500，官方跟你講600，它都不準的，因為官方那個它是用一個最optimum 的 condition 一個最有利於它的條件去測試它，所以一定是不準的。所以你看我介紹電動車，你知道嗎？這麼久，我一直習慣教大家用1度電能夠走多少公里，這個是真理，這個是硬道理。你直接看它的電池大小，你就可以略知一二，你根本都不用看那個什麼 WLTP 啦、NEDC 啦、CLTC 啦。如果是這個100 kWh rear wheel drive 的，官方給你600多公里，但是因為它是雙馬達 all wheel drive， 更大的馬力，更大的輪胎，它就會有更少的續航力，所以100度電只可以走500多公里。我們來看 Tesla 來講，它大概80多度電就可以走到500-600公里。你只要知道1度電可以走多少公里，你就不需要再看續航里程到底是多少了啦，因為更大的電池就代表車身更加的重。你看这個 Zeekr 7X 它的車身重量已經來到2500多公斤，然後 Model Y 再給你相同續航力的這個基礎上，它的重量只是2000多公斤。我們知道這個 Zeekr 7X 裡面車身的底盤等等做了很多的加強，有這個你知道嗎 Die Cast 這些東西等等，但是它的 Bonnet、它的 Trunk、它的4個車門、它的 Door Skin 沒有 Aluminium。OK， 我 test 了打的。我們知道這個 All-Wheel Drive Performance 它有這個
空氣懸掛系統，它有 CCD 的電池減震系統，是一套技術含量非常高、成本很高昂的一個懸掛系統。但是因為你的車子就是比人家重了300到500公斤，所以你所有的 effort 都必須要來去cover掉這個額外的重量所為車身帶來的這個負擔這樣子。再來就是 Tesla 的地圖，它內建的那個地圖是基於 Google Base。所以你可以在目的地知道自己多少公里，它有，可是它內建的這個 map 呢，不是這麼好用啦 ，OK？ 但是它給你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which is Tesla 不給你這個東西。再來第3點就是 Tesla 有 Tesla Supercharger 的 network， 有自己的超級充電站，有自己的慢充等等，它的網絡相對來的大。但呀，講完了，它不用賣了咯，不用賣了咯 ？No， 不是這樣子的，因為這個Zeekr 7X。它有很多東西是 Tesla 連它的一半都不到，完全比都不用比，它真的是把 Tesla 拋到九霄雲外。最直接的就是它的這個底盤，它是一個800V的平台 with 22 kW AC 跟420 kW DC， 當然是充電速度跟這個800V平台架構等等。Tesla 是400V 11 kW 的這個 AC， 然後快充速度大概也在200多左右吧，好啦。那再來這個 Zeekr 7X， 它也有這個 V2L 對外放電的功能。目前海外市場的 Model Y 是暫時不支援這個 V2L 的功能，未來會不會有我們不知道，現在沒有啦。它的整體裡面非常多東西可以玩你看它有這個電子儀表板，它有抬頭顯示儀 which 這些東西 Tesla 都沒有。簡單來講，就是 Tesla 的內飾就是中國網民習慣叫它毛坯房啦，或者毛坯房，應該是毛坯房啦。So 呀，這個東西是一種你知道嗎 ？personal preference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有些人覺得我花了200多千，我要看起來像一個豪華車；有些人覺得我花了200千，一個熒幕我無所謂。Go。Oh my gosh！ 好誇張的快啊！250千都不到哈，646 PS， 710牛特米的0到100 3.8秒，這不叫 Supercar， 什麼叫 Supercar？ 這麼說 ，Acceleration， 怎麼會這樣大聲呢？你在想這是什麼聲浪 ？OK，so 再來一個。Zeekr 7X 有 Tesla 沒有的，就是它有這個叫 In-Car Simulated Engine Sound， 也提供給你5種聲音，這個叫 Zeekr Engine Sound。OK， 所以第2個呢叫做 Aerial Combat Storm，Go。還有一個叫 Mechanical Era， 我覺得它有點直譯中文啦，聽起來不英文啦 ，Go。我喜歡這個，當然你不要的話，你關掉咯。Simple as that， 你關掉就可以繼續的行駛。Go。如果我的車可以有這樣子的模擬引擎聲浪的東西，好不好？好，很好。有的話當然最好，但沒有的話會怎樣嗎？我覺得不會怎樣啦，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啦。這東西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但是有好過沒有啦，你懂我意思嗎？你有不代表你要用，但是至少你要用的時候你拿得出來，這個就是有錢人有的選擇。OK， 有錢有得揀，冇錢冇得揀，這樣子的意思啦。很安靜，我已經用力的去 push 它了。這個20寸的輪胎 ，CCD 電池減震，空氣懸掛，然後它可以在駕駛模式這邊driving 有非常多，像 acceleration 有 comfort、standard 跟 sport，regen 有 standard 跟 strong，steering mode 有 comfort、steering 跟 sport， 然後 air suspension 現在是只可以調 low 啦，因為你高速嘛，高速行駛這個懸掛調低。車身的重心就比較低，比較低就比較穩，比較穩操控就比較好。還有 damping mode 可以去到 sport 的 damping mode。所以 damping mode 的話，就是你的那個你的 damper 啊，它就更加的 sporty， 就是更加的跳啦。Go brake。
在這樣子的康莊大道，這樣子的高速公路啊，你完全不會感覺到車重。它那個2.5噸的車重，只有當你在羊腸小徑parking 裡面穿梭停車的時候，你會 feel 到那種好像 BMW iX， 好像 Mercedes EQE SUV、EQS SUV 的那一種那種感覺。OK，but highway is a highway EV。OK， 它不是 urban EV 啊，它是在 highway 在高速公路幹大事的 EV， 它不是小打小鬧的 EV 來的。所以高速公路行駛非常非常的穩，你看，任何時間點、任何速度，你只要一點，剎車也做到很好，不會太軟，不會太硬 ，just nice， 你沒有得嫌它，懂嗎 ？OK 啦，我們平心而論啊，不管是 Tesla Model Y、小鵬 G6、BYD Sea Lion 7，还是極氪 7X， 在200千左右的價位都已經幹到了你從前無法想象，從前你要用500千、600千都未必拿得到的這個東西。我覺得這是科技，這是科技平權，這是科技的進步，市場的競爭讓到消費者在今天不用花這麼多的奢侈稅，不用花這麼多的 premium 費，就能夠拿到這種。你知道嗎？極氪的車主很多都有009，然後又買多一台 7X。那回到今天這期一開始我用的切入點就是 as a Tesla 車主 ，as a Tesla 的 fans，as a Tesla 屬公 Tesla 的人來講，這個 7X 到底值不值得買？我覺得呀，像我前面講的東西，你 give and take，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但你私信問我，我覺得它適合那種已經有了一台 Tesla， 再配多一台極氪，兩個加起來就好了。為什麼要做選擇？對不對？老闆講既要又要還要，我既要 Tesla， 我也要極氪，我還要極氪 ，make sense？ 有問題嗎？沒毛病 ，right？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我是戴主義，我們下期影片見。穩到很穩，很穩，還可以 ，go go go， 我跟你講，雖然啊 ，rear wheel drive 單馬達的已經有400多匹，400多Nm，400匹你叫它 low spec，400匹你叫它入門版，什麼東西入門就400匹的，對不對？太誇張了。So 你問我的話，如果你真的要買一台 7X， 買 all-wheel drive， 不要去買那個 long range， 因為你差那一點錢嘛，老闆，你差那一點點錢嘛，對不對？而且車頭一看就懂不一樣啊，這個就是你知道嗎？我不懂它有沒有電燈的，每次玩這個都好像賭博這樣，開不開？開哈 go， 你看極穩方向盤。我雖然覺得車子啊18、19寸就好了，20、21哦吃不消啊，但是當你要能力越強，責任越大，馬力越強，你的這個馬步就要更穩。OK， 一個安哥講的啦，不懂是誰。